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这次又一轮LK99或者说国产史文超导的热潮又起来了，不知道呢能持续多久啊？这几天瓜多的是吃不完啊，我都有点撑着了啊。目前呢想聊没聊的话题包括吃大师它烧出来的到底是不是热解石墨？这点我特别想找一位这个石墨行业人员或者老板来聊聊亲戚朋友有搞这个的可以给牵个线联系。目前呢，我也在熟悉一些无机物的这个晶体分析软件，这个很好玩，实时的这个 3D 模型就算是当素材呢也很酷。很多你想不到的这个化合物都能看到晶体模型。那吃大师就是那位用电焊烧出奇特的这种碳基物质的烟酒店老板，到现在还没露面。我找时间呢做他工作，看他肯不肯连线。说实话，这哥们儿对史文超导的热情在全球也是能排得上号的。那你说到底有多少人在关注 LK99 呢？这个你别看知乎要看视频平台。目前牛剑有1万多关注，呆博士B 站有2000多关注，我和小窝以及吃大师就是又扯犊子了，我们加一块8000多不到。还有其他的频道的关注，你像水冷和教授何教授人家原来就有关注大部分都不是因为 LK99 涨的这个粉丝，而且这个关注人群中重合度是很高的，所以疯狂关注史文超导和 LK99 的估计不超过3万人。注意是疯狂。所以你看这个微信群、抖音群是吧，加起来也就是几千人嘛。然后我们按10比1的比例，外面还有90%的人呢，这样估计也就是几万人。那和董宇辉的丈母娘比那是没法比的，是吧？你要把黑粉也算上的话，那就高了，那没法弄那第二个呢，就是全教授全教授在高丽大学爆出这个奇特的这个化学式之后到底李师培是什么反应？这个李师培太奇怪了。因为从开始到现在呢，从来都没有正式回应。包括这次这个老金同志他肯定了韩国白皮书就是说否认早期预印版的2篇论文的史文超导性。这李师培也没说话，你不觉得这是怪吗？是吧？这个老金和李师培是一伙的这个呢可能就是怎么说呢？投稿的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化学式，还有个可能就是李师培和老金也分道扬镳了。说实话，到现在我们聊 LK99， 你以为我们是在聊科学吗？错了，你就 too young too simple 了，是吧？我们看的是世间百态，你换个国家好像也差不多，是吧？一种另类的正在发生的这种韩剧的既视感，对不对人生中我们会碰到很多人。别人分析我们也在观察别人。你看 LK99 热点中出现的这些人是在丰富我的这个人的这个性格模型库。显然这个李师培还是有点意思。其他人的性格多少都能分析出一些来，就是这个李师培太神秘了，所以以后我们还会给他额外的关注。再就是呢姚教授的论文。目前这个正在学习也找到了几篇类似的手段分析超导的论文就是低场的这个。我在低头看资料除了这个别人转发的知乎上的这个习老师就是姚教授的回答之外，我别的几乎都没看过，包括视频。这一周呢，我会出一期我的学习和收获这个千章越多越不好还。昨天说了呢，尽快和Griffin 的原始论文比一下，所以咱们先简单的开练那这是 Griffin 的一些图片说实话，我之前关注 Griffin 博士呢，是因为他身上自带流量你想想，本身是女科学家、女博士，这就是稀有人群又是搞这么个新潮的研究，所以呢，开始以为这个 Griffin 会带来惊喜，谁知道惊喜是后边的这个通讯作者，这位
巴拉斯基啊，通讯作者 Alexander V. 巴拉斯基教授啊，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他是前苏联的物理学家啊，在苏联获得博士后，到美国呢长期从事高温超导体、拓扑量子材料啊这些前沿领域的研究，同时呢也供职于北欧物理研究所，就是瑞典的 NATETA。他最为人熟知的贡献呢，就是在90年代和 Abrahams 啊这些人一起提出了自旋涨落理论。那这个理论呢，试图啊从反铁磁自旋波动的视角呢来解释同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物理机制。他强调了这个同氧层内的这个自旋密度波动啊在超导配对中的作用。后来呢就为这个RVB 的这个理论啊奠定基础。尽管这个自旋涨落理论还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啊，但是并不能完全解释高温超导的微观起源啊。但是呢，巴拉斯基教授呢，通过这个开创性的贡献啊，推动了这个领域技术的进步。现在呢，他还是活跃在这个高温超导体这个研究领域的第一线。那这次啊，巴拉斯基教授和 Griffin 博士以及 Taylor 博士呢，就是这篇论文就是这3个人合作的结果，这是 AI 化的啊。那巴拉斯基博士呢，他的丰富的经验以及独到的见解，使这项工作呀更加严谨和全面，为试图揭开 LK99 的这个超导迷局就提供了理论支持。那说1000道1万啊。咱们还是要论文来说话。大家看一下这个巴拉斯基博士的学术贡献啊，引用数据，他的总引用啊，大家看到了吗？是24492。2018年以来的引用是8845。这个高不高？当然高了，那是相当的高啊。用你啊看过的这个仙侠小说这个修仙境界来比，那已经到顶了。有的说这叫道境，有的说这早就渡劫飞升仙界了啊。我们横向的比一下啊，比如最近一个锤 LK99 的前香港大学的校长朱金武啊，这位大牛，著名的华人物理学家，他的总引用是多少呢？我们看一下，是45153，但是2018年以来的是9605。是不是这个更牛啊？但你别忘了，朱老是1941年生的，巴拉斯基是1962年生的，所以啊，就人生中啊，就是全生命周期中，巴拉斯基比不上朱老。但是呢，从2018年之后，你看，其实差别并不是太大。这是不是有点直观感受了？没错，这就是院士家的水平。实际上啊，巴拉斯基是美国物理学会的 fellow 啊，翻译过来呢应该叫会士吧。那美国物理学会啊有5000多会士啊，他的荣誉呢距朱老呢可能还差很多，因为朱老呢是6院院士啊，美国院士呢大概也有2000多吧，是吧？我们再比较一下南京大学的文海虎教授啊，那他的总引用啊是17625。2018年以来的是5055，这也是相当高的呀，这也是成仙的人物了。因为文教授是1964年生的，比巴拉斯基呢是小2岁。我来再比一下我们老金同志啊，金贤卓教授。8月份啊，这个视频其实我讲过老金的引用，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的老金现在的数据啊，总引用是11221， 2018年以来的是4732。那和文教授啊近年的论文是相当的，它的总数是要差一些的。那这也是渡劫成仙的神仙了。我们再举个熟悉的例子啊，印度的这个阿瓦纳博士，这是 VPS 阿瓦纳，他的总引用的是7890， 2018年以来呢是2786。这就差了几个档是吧？但起码也算是金丹大成，这要渡劫了，这就是。那我们说的这位美女博士 Griffin 呢，我们看一下，总引用1929， 2018年以来1779。这个数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是不是这几个人最低的呢？但是他是80后啊，没错，
他是1986年的，今年36、37吧，所以你看看他的这个学术成长曲线啊，那是相当的完美啊，处于这个高速增长期。你看他2018年后的数据并不低啊，并不太低。那么最近啊，在研究这些 LK99 相关的科研人中，看他们的经历啊，你会发现，敢于投入到这个领域的，他都是平时啊不太安分的，往往呢也不是主流学界接受的啊。比如说老金同志是吧？他前些年呢其实就整过一个电池的发明，卖了不少钱，当时也是宣传的相当厉害，被韩国媒体啊都抵制了。说你爱吹大话，所以这次 LK99 以来啊，这个老金都出面，那也不是偶然的，有他性格必然的因素啊。那换个保守一点的是吧？那一看这就是一眼假呀，那扭头就走了。这样的人呢，其实适合待在体制里边啊。像敢于在这一轮史文超导研究里发生的，性格里边都有不安于现状的这个成分。不信你观察一下，是吧？那当然啊，这是说纯学术圈了啊。有的时候啊，就像南京市民说的，爱情就像生活的屁，如果论文不能直接转化成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最后分房子评职称评院士啊，推动自己的生活好转。很多大神啊是从来不水论文的啊，默默的申请专利，卖技术，搞企业，那也是真牛逼啊。那么回过头啊，我们讲讲今天的这个美女主角 Griffin 博士啊。那么这位啊，这个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的格里芬博士啊，是一个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从事高能物理和凝聚态物理研究的爱尔兰的物理学家。那他的研究生涯啊，充满了勤奋和毅力，同时现在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他在26岁吧，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啊，这格里芬博士呢，他其实在硕士期间就在顶刊发表过论文啊。他的博士论文呢，利用这个Kieber-Zerk 机制呢，测试了外锰氧3这种填补了一个理论空白。毕业后呢，他很快加入了这个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开始了开创性的研究。格里芬博士啊，善于将这个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啊，他发现了六方锰酸盐在大爆炸后残留的对称性，可用于测试星系尺度下的现象。他的研究呢，开拓了人类对各类拓扑缺陷的理解。2023年啊，年仅37岁的格里芬博士呢，就获得了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颁发的计算物理学青年科学家奖。接着呢，就是在2023年的7月份 ，LK 的预印版论文上线后不久啊，他就率先发表了一位题为这个叫 Origin of Correlated Isolate Fleet Bands in Cooper Substitute Lead Phosphide Apatite 这么一个预印版啊，引起了轰动。文中啊，他通过 DFT 就是密度泛函理论，预测了铜取在铅磷灰时，就是 LK99 可能存在的高温超导的特征。尽管这个论文引起了争议，是吧？但是呢，那个不可否认的是呢，格里芬博士开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 LK99 相关的研究中，那被引用最多的论文，除了李石培的论文之外，可能就是这位 Griffin 女博士的论文啊。像 Griffin 这样的女科学家在大陆呢，可能就是杰青，是吧？那么35岁以下的这个所谓领军人物，是吧？他并不会太突出但是你如果放在他的祖国爱尔兰，那就是相当的杰出了。实际上爱尔兰当地媒体叫 Irish Times 好像也有采访他，这个采访呢也放在他的个人网站上，我看过，他有个个人网站叫格里芬集团Griffin Group 牛逼吧？后来我觉得这个集团翻译可能不太合适主要是国内的这些企业吧，来不来就是个 group， 好像不成立集团就显得不够厉害。这个呢，实际上应该翻译成团队，是吧？或者是团组更合适。你看它里边介绍什么呢？个人网站首页介绍的叫 A multidisciplinary theory and computation group that solves the most fan materials challenges ranging from future technologies to high energy physics， 一个多学科的理论和计算小组，
致力于解决从未来技术到高能物理这些最有趣的材料的挑战。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啊？这个叫什么暗物质探测和量子传感，超越摩尔定律，这个量子材料啊，早期宇宙理论的模拟材料。好吧，这怎么和这个超导就联系起来了呢？那在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爱尔兰媒体对格里芬博士的采访中啊，他透露了他早年的这个求学经历啊。他说呀，他在都柏林的拉什县长大啊，那里边有土豆地。那么他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啊学习理论物理学。那作为一名本科生呢，他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啊进行了材料理论和设计方面的暑期学习。那他说有一句话呢，他说那句话对我还是触动很大的。他原话是怎么说的？他说 I just love that you could make a discovery and you are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knows that got me hooked on research。 他说我当时啊就是被这样的感觉深深吸引。你可以研究出某项成果，然后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知道这个发现的人，这就是我沉浸在研究工作中的原因。实际上呢，这个 Griffith 啊，他对艺术也是有强烈兴趣的啊，他差点上了这个 ACAD， 就是现在这个爱尔兰国立艺术学院。那他的这个 X 账号，就是推特账号也这么说自己，他说啊，我是100%的科学家，就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50%的艺术家，以及0%的计算能手。大概是自嘲啊自己没有这个数学天赋，天天画画嘛。不过我看了他这个 X 账号里边的这些 media 啊，没有啊，确实有一些现代画，但是呢不确定哪些是他画的啊，哪些是别人的。总之啊，这姐们儿还是个挺有品位的这个女博士啊。那我们再介绍一下论文的第一作者啊。那论文的第一作者叫 Alexander Taylor， 他是瑞典北欧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啊，年龄就比较小了，大概率呢是90后，2012年本科毕业后，那就差不多是这个年龄，是吧？那他在博士期间呢，这个 Alex 研究呢，他主要立足于实际材料的拓扑序参数的低能有效理论分析啊。他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发了多个软件工具包，实现了与高通量密度泛函理论的有机集成。通过大规模的计算模拟积累数据啊，他开始致力于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复杂材料的这种拓扑特征进行自动分类啊。那这个属于是典型的正在筑基的，还没有接单，好吧？他的论文引用啊，大概是26属于刚开始，刚有气感，是吧？所以啊，这篇论文呢，就属于是老中青结合啊，有炼气的小修士，有金丹女长老，是吧？还有域外真仙啊。其实啊，国内的大多数论文啊，也是这么一个结构啊，也都是这样的。那讲了这么多作者的故事啊，终于可以讲正题了。其实啊，我知道大多数人是不喜欢听这些论文解读的，是吧？什么欧亚昭昭难为听吧，所以我们就尽量缩短啊。我们看一下论文。那 Griffin 的第一篇论文就是 Archive 的2307121682啊，他通过第一性原理呢，计算分析了铜取代铅磷灰石它的结构和电子结构。他发现铜的取代导致体积收缩，产生了一个扭曲的六棱柱的这么一个配位环境。其实呢，就是卡沟梅这个结构，我后来视频讲过多次这个这就给铜提供了一个孤立的低电子平坦能带。这是许多已建立的这个高温超导体家族常见的这种特征。他认为这个两代模型呢，可以解释这个系统中大部分的这种低能物理行为。那他还讨论了呢，这些结果对这个系统可能存在超导性的影响包括磁性和电荷密度波的这种相互作用。那么这个平坦能带离我们的生物还是比较远的。是吧？那我给大家再怎么解释一下呢？
我们讲讲啊，这个第一篇论文中的这个平坦能带和可能的这个高温超导性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先从这个超导的这个微波机制说起吧。这个超导现象啊，它是因为电子与之相互的这个介子，比如说声子啊或者其他准粒子产生有效的这种引力的相互作用，造成了电子之间的这个配对儿。那这些联合的电子对中呢，个别电子失去了他们的身份，就集体活动了，开始。那什么样的这个电子态有利于这样的配对产生呢？简单来说呀，就是电子态越窄越狭窄，越约束在小的范围内，那么电子之间的这种互相感应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个好理解吧？你就是男女找对象，对吧？也是配对儿，你不能隔着108000里，对吧？你要靠近对方，接近对方，你要了解他的性格和喜好，才能做配对决定啊。比如说你现在是 LK99 的这个吃瓜群众啊，你看了戴博士或者牛顿的烈焰激光剑的直播，被吸引了，暗恋上了，这个就很难配对，因为你们隔着太远了。要想配对啊，你得多刷几个大火箭，成为榜一大姐，然后呢，才有了现实世界的这个联系方式。你找个机会是吧？出差到北京，出差到长沙，才有可能，对吧？开个玩笑啊，跑题啊。而这个平坦能带啊，对应的就是这样一种狭窄的电子态。潜在的这种超导体中的电子啊，被限制在一个就很窄的这个能量范围内，这就是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的这个可能性就变得很大。然后呢，再结合这个 BCS 理论，是吧？当电子态变得越狭窄的时候，超导的临界温度会指数级的增大，也就是说呢，超导转变的温度会变得越来越高。这就是平坦能带和可能的高温超导性之间的关系。别问啥是 BCS 理论啊，问就看我之前的视频啊。所以简单总结就是呢，平坦能带是电子态越狭窄，于是呢，电子间的相互作用就增强，越有利于配对儿。然后呢，超导的临界温度就升高，就可能实现更高温的超导。那我举的这个现实世界搞对象的例子呀，不一定贴切。你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啊。不配对儿，你心里怎么能有一团火呢？是吧？有了火才能高温啊。那 Griffin 这个团队啊，他在 LK99 材料的各种成分中呢，他们计算了电子声子的耦合强度。结果就表明啊，如果电子声子相互作用是介导机制，那么 LK99 不大可能成为高温超导体，是低温超导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论文得出的结论呢，和目前的文献是一致的，无法实现室温超导。然而啊，低温超导仍然是可能的。那我们前面说了啊，这个超导配对啊，这个对象呢，可能就是需要这个足够的相互作用和吸引力，对吧？就是声子呢，就是媒人的作用，让电子产生共鸣，就增强它的互相给对方的吸引力。那第二篇论文啊，我们看一下。第二篇论文呢，就是 Archive 2312.12187啊，他研究发现呢 ，LK99 材料中啊，即使电子状态变得很狭窄的时候，就前面提到的那个平坦能带的特征啊，但是电子和声子之间的互动作用依然是比较弱的。就像你相亲的时候啊，虽然你单身很久了是吧？想谈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但是你的朋友或者同事给你介绍的对象呢，总有些明显的缺点，比如长相啊、身高啊、工作呀，是吧？你们两个之间就是激情的这个磁场的不强，不太有感觉。你说吧，这个长期不找对象的，谁还没个毛病啊，对吧？这个时候呢，就很难产生超导配对了。就是你跟那个对象在一起的时候呢，也许可以谈个普通的恋爱，但是要到超导级别的这种激情，就很难找了。所以激情燃烧是很难了，就是只能低温，对吧？那 LK99 材料中呢，虽然电子状态比较狭窄，这个平坦能带，但是电子和声子的互动呢不够强烈，很难产生足够强的配对和高温超导，这就跟相亲对象之间缺少激情是一个样的。那我们稍微专业一点啊，那别总拿这个
聊这个找对象说事儿是吧？那就是第2篇论文中啊有几个关键数据，它计算和支持了 LK99 材料中的这个电子和生子的相互作用啊，就那个上次讲那个公式啊，拉姆达这个公式，主要是基于这个贝卡尔库珀朗导就是 BCS 理论中啊描述超导转变慢度 Tc 的公式，以及一个叫做拉姆达的量。具体来说呢，论文中啊就计算出了 LK99 材料中的电子生子相互作用的这个强度的一个近似值，拉姆达伽马在不同成分下都是比较小的值，大约是在 0.1 到 0.2 这个量级。那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结果呀，正常情况下，如果拉姆达大 1.5， 材料才有可能产生较高的超导转变温度，而 LK99 的拉姆达是远远小于这个值。换句话说，LK99 中的生子和电子之间的配对作用是比较弱的，就像相亲对象之间缺少激情，所以不太可能产生高温超导。那论文中也明确写到啊，他们计算的这个拉姆达伽马虽然可以允许在更低温产生普通的超导状态，但是与已知拥有高的 Tc 的这种传统超导体相比，这种作用实在是太弱了。所以简单来讲呢，论文就是通过计算拉姆达这个量，证明了 LK99 的这电子生子作用不足以支持高温超导。那当然了，还有可能是这个 BCS 理论过时了，不太可能指导室温超导研究，需要新的理论，那这也有可能。那这也是这个材料啊吸引大家的地方。那 Griffin 的论文啊虽然发表了，评论里边有网友说这你这也叫发表了呀，是吧？这个没错 ，archive 呢只是占坑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表，而且啊没有同行评议，是吧？所以论文中的这个铜取代铅磷灰质可能具有一些超导的特征，但很难实现室温超导。LK99 系统呢，它存在潜在的这个低温超导机会，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验证。关键呢是要在适当的这个铅位点啊实现铜的取代啊，这在合成上呢是一个挑战啊。但是在论文啊这种探索，它为我们理解这个材料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哎呀，终于讲完了，让我喝口水啊。你要是还理解不了啊，听书的去谈个恋爱吧，你不缺知识，你是缺爱呀。拜拜啊。